解读安妮日记。安妮·弗兰克因为她的日记成为了二战后家喻户晓的人物。一个年轻女孩的日记被译成70多种文字，发行量达到3000多万册，是仅次于圣经的畅销书。位于阿姆斯特丹的安妮·弗兰克纪念馆1960年向公众开放，每年吸引超过100万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。1933年，希特勒上台后，德国开始迫害犹太人。安妮的父亲奥托带着家人被迫移居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。平静的生活未能持续多久。1940年5月，德军占领了荷兰。他们要求所有犹太人必须在左前胸缝上黄色的六角星，所有人必须随身携带身份证。许多地方如公园、电影院和商店等都禁止犹太人入内。这些规定使安妮能够去的地方越来越少。她的父亲失去了自己的公司，因为内粹不再允许犹太人拥有自己的公司。所有的犹太儿童都必须到专门的犹太学校上课，因此安妮也不例外。1942年7月6日，安妮的姐姐玛格特被征召到内粹集中营去工作。为了避免安妮遭到同样的命运，安妮一家便提前开始了秘密小屋的生活。随即，温达安先生一家和牙医迪塞尔也先后搬进了秘密小屋。房子里总共住着8个人，他们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生活了2年01个月。父亲奥托的助理梅普·吉斯夫妇和另外4位荷兰人一起，冒着被告发、监禁、驱逐甚至处死的危险，周旋于商家和黑市购买蔬菜肉食，日复一日地为弗兰克一家和他的朋友运送食物、捎去报纸杂志，同时维持公司的正常运作。对于藏匿中的人们而言，梅普等人奉献出宝贵的友谊和热诚，而且是他们仅有的希望和欢乐之源。这座房子位于普林森格拉赫特运河区域，靠近阿姆斯特丹市中心。他们藏身的地方位于房子的后部，有着狭窄的走廊和几个房间。在这座房子的前部，安妮的父母开设了一家生产果胶的公司作为掩护。外面的世界被一个沉重的、装了旋转机关的书柜隔开，他们隐藏的阁楼下面是工厂的仓库。为了安全，屋子里定下了严格的规矩，必须低声交谈，白天不准用水，走路必须穿袜子，窗户要拉上窗帘，不能探头。各家的做饭时间都是固定的，只有晚上公司的人下班了，他们才能自由活动和听收音机。洗衣机只能在周末工厂无人时才能开。可以想象，长期生活在一个狭小的空间，没有阳光，外面街道上每天发生的事情给他们带来持续的恐惧、紧张和绝望。人的情绪是肯定会抑郁的，爆发矛盾也就在所难免了。安妮·弗兰克是一个充满梦想和热情的少女，在那狭小的空间里，安妮用文字填满了那漫长的隐居岁月。她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窗口，窗外那棵栗树在她的日记中不断地变换着颜色，来自教堂的钟声是她最爱听的声音。青春期的少女安妮就像一株破土而出的新芽，却被一块巨石压在身上。她没有能力去碰触外面的世界，唯一的成长方向就是内心世界的成熟。他的文字流露出对文学创作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渴望。他多次提到了他的作家梦。一个作家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是对事物的仔细观察和分析思考。他在日记中吐露了与母亲不断发生的冲突与困惑。他的妈妈多次尖刻地批评他：为什么你不能像你的姐姐一样？面对母亲的嘲讽与数落，安妮虽然很生气，但并没有顶撞他。他也分析了他的妈妈和温太太的矛盾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温达安太太的性格。虽然错误在温太太，但如果母亲的言辞不是如此犀利，也许争吵就能避免。
面对迪塞尔的小气与自私时，安妮没有与他计较，她希望大家能和平共处。安妮还是一个渴望爱的女孩，来到秘密小屋后，安妮感到孤独、寂寞，她渴望得到父母的理解与爱，但姐姐玛格却更得父母的疼爱。安妮并没有嫉妒，而是努力地反思自我，成为一个更好的人。一个14岁的孩子就具备了如此深刻的洞察力和思考力，是难能可贵的。这种洞察力，很多人即便活一辈子也不会具备。一个人若是比同时代的人思想更深刻，就不被同时代的人所理解，这也是先知先觉者的共同悲哀。安妮日记中描写了她那支不小心被炉火焚毁的钢笔，准确地预言了自己的命运。日记从1942年6月12日写到1944年8月1日。1944年8月4日，纳粹发现了藏匿地点，屋内的人被逮捕并被驱逐到集中营。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他们是被告发的。梅普·吉斯事后来到一片狼藉的后屋，在书籍、报纸中间发现了安妮的日记并保存。安妮和她的姐姐玛格特最终被送往伯根贝尔森集中营。1945年初，就在盟军解放集中营的几周前，他们在因伤寒而去世。藏匿者中唯一的幸存者，安妮的父亲奥托·弗兰克回到了阿姆斯特丹后，决定帮他实现作家梦，将他的日记出版。日记在出版的过程中，曾经被怀疑真实性及当成禁书，几经周折，终于被世界认可。2009年被正式收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。安妮的日记揭露了内粹的暴行，她成为了那个黑暗时代的标记。她的生命虽然只有短暂的15年，但生命的宽度远远超过许多活了几十年的人。德国人通过阅读他的日记，深刻反省了本民族的错误。我们阅读安妮的日记，回顾那个恐怖和荒谬的年代，反思人性的黑暗，远离恶行，珍惜能够行走在阳光下的自由。